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2025女性角色集体觉醒，杨幂、赵丽颖、邢菲、兰溪亚用情感打破类型壁垒。杨幂、邢菲、赵丽颖、兰溪亚在《生万物向阳花》中塑造了能打、不好惹、令人心动的女性角色。从宁秀秀、宁苏苏的血脉坚守到高月香、黑妹的超越救赎，她们用我懂你的委屈和你护我周全的情感动荡，撕碎了雌竞桎梏，让2025年的荧幕绽放出女性互助最耀眼的光。双引号，2025年的影视圈被一股滚烫的女性力量席卷。杨幂、邢菲、赵丽颖、兰溪亚4位演员凭借《生万物》与《向阳花》2部爆款作品，以角色为桥搭建起跨越血缘的情感连结，让是姐妹是知己的讨论成为年度文娱热词。当宁秀秀与宁苏苏的姐妹情在黄土大地扎根，当高月香与黑妹的知己情在底层挣扎中绽放，4位演员不仅塑造了能打、不好惹、令人心动的鲜活角色，更共同构筑起一幅多元立体的女性关系图景，为影视行业的女性叙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生万物的横空出世，让民国鲁南的黄土地上生长出最动人的姐妹情谊。这部改编自人民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年代剧，以1927至1947年的土地变迁为背景，讲述了宁家姐妹在命运洪流中的坚守与互助。杨幂饰演的宁秀秀，本是锦衣玉食的主千金，却在大婚之日遭土匪劫持，父亲为保祖产，竟让邢菲饰演的妹妹宁苏苏替嫁。这一荒诞抉择彻底改写了姐妹俩的人生轨迹。从养尊处优的小姐到挥莲种地的农妇，杨幂褪去偶像光环，增重素颜，深入体验农村生活，将宁秀秀从迷茫到觉醒的蜕变演绎的入木三分。她曾连锄头都握不稳，却在战火与劳作中领悟土地不会辜负耕耘者的真谛，最终带领乡邻冲破封建枷锁，成为觉醒女性的代表。邢菲塑造的宁苏苏，则是封建礼教下的另一种女性样本。被迫替嫁后，她在夫家的冷暴力中隐忍求生，却始终与姐姐心有灵犀。剧中那场引发全网共鸣的雨中戏份，成为年度名场面。宁秀秀得知妹妹遭人毒害，冒雨狂奔至费家门前，雨水混着泪水冲刷着她的绝望与愤怒，一句颤抖的"谁害了我妹妹"，将姐妹间无法割舍的羁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种你虽身不由己，我必为你撑腰的情感，打破了传统年代剧的狗血套路，让姐妹情在苦难中更显纯粹。凭借这一角色，杨幂一举斩获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演员、微博世界大会年度演员等7项荣誉，用实力证明85花的战场早已转向角色厚度与生活质感。如果说生万物的姐妹情是血脉相连的坚守，向阳花的知己情则是超越血缘的救赎。这部由冯小刚执导的现实题材作品，聚焦底层女性的挣扎与重生。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与兰溪亚饰演的黑妹，用双向奔赴的情感诠释了知己的真正含义。高月香为给聋哑女儿攒钱装人工耳蜗，在生活的泥沼中奋力挣扎。黑妹出身贼窝，出狱后一心想挣脱过往枷锁，两人因同为失语者的守护者结下不解之缘。高月香的女儿与黑妹一样，只能用手语交流，这份天然的共情让她将对女儿的牵挂投射到黑妹身上。剧中大白兔奶糖的互动细节，成为观众口中的解狗 CP 天花板。高月香得知黑妹从未尝过糖果的甜味，便费尽心思为她找来一块大白兔奶糖。剥开糖纸的瞬间，不仅甜了黑妹的味蕾，更暖了她孤寂的心灵。而当黑妹遭遇昔日同伙纠缠，高月香毅然挥起镰刀护在她身前。大雨滂沱的夜晚，两人共撑一把伞蹒跚前行，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。赵丽颖褪去光环，将高月香的坚韧与柔情刻画的细腻动人。兰溪亚则精准捕捉到黑妹从怯懦到勇敢的转变。两人的对手戏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，却在柴米油盐的陪伴与危难时刻的相守中，
让互相救赎的知己情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。随着两部作品的热播，杨幂、邢菲、赵丽颖、兰溪雅是姐妹是知己的话题迅速发酵，4位演员塑造的角色被纳入2025年度出圈女性角色，共同构成了独具魅力的女性角色宇宙。这个宇宙中，没有依附男性的恋爱脑，没有非黑即白的工具人，明秀秀的觉醒，明苏苏的隐忍，高月香的坚韧，黑妹的重生，涵盖了姐妹、知己等多维度情感关系，更展现了女性在不同境遇下的生命力。正如媒体评价，她们不是传统叙事中的弱女子，而是能打、不好惹的强者，却在彼此的情感连结中保留了令人心动的柔软。这种刚柔并济的塑造，正是当代女性观众的情感共鸣点。双引号。当然，话题的发酵也伴随着争议，部分粉丝对话题动机提出质疑，更有网友借机宣传赵丽颖新剧小成大事，让纯粹的角色讨论夹杂了流量博弈的意味。但抛开这些喧嚣，不难发现，这场讨论的核心，本质上是观众对优质女性叙事的渴求。近年来，女性影视剧从《欢乐颂》的都市群像，到《我的阿勒泰》的人文关怀，再到2025年《生万物向阳花》的集中爆发，她视角的叙事早已摆脱单一的大女主套路，转向更真实、更多元的女性关系描摹。杨幂、邢菲、赵丽颖、兰溪雅的成功，不仅在于角色塑造的精准，更在于她们用表演让女性情感摆脱了雌竞的桎梏。明秀秀与宁苏苏的姐妹情，是我懂你的委屈，愿为你对抗全世界。高月香与黑妹的知己情，是你护我周全，我陪你重生。这种互相支撑、彼此成就的情感，打破了影视剧中女性关系的刻板印象，也映照了现实中女性互助的美好图景。2025年的这场影视热潮，注定成为女性叙事的重要里程碑。当杨幂用土地不会辜负耕耘者的获奖感言诠释角色与人生的共鸣，当赵丽颖以底层母亲的坚韧打动观众，当邢菲与兰溪亚让小众角色绽放光彩，4位演员不仅用作品证明了自身的转型与成长，更推动影视行业对女性关系的表达走向深水区。或许正如生万物中扎根土地的生命意象，优质的女性叙事从来不是空中楼阁，而是源于对生活的深刻洞察，对情感的真诚表达。这场关于姐妹与知己的讨论还在继续，而它背后所折射的是观众对真实情感的向往，对女性力量的认同。当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聚焦女性之间的正向连结，当更多演员用心诠释多元立体的女性角色，影视圈必将诞生更多打动人心的女性宇宙，而这正是2025年给我们最珍贵的影视馈赠。如果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影视市场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仍停留在功能性陪衬型标签化的阶段，那么进入2025年，这种局面正在被明显改写。杨幂、赵丽颖、邢菲、兰溪亚等演员在不同题材、不同体量的作品中，几乎同时交出了具有突破意义的女性形象。她们不再被单一类型所定义，而是通过复杂、真实、富有情感张力的角色，逐渐拼接出一个正在成型的女性角色宇宙。从类型上看，这种变化尤为明显。现实题材、年代剧、都市情感、青春成长，甚至以往对女性并不友好的叙事类型中，女性都不再只是情绪承载体或情节推动器，而是叙事的真正核心。她们的困境不再被简化，她们的选择不再被轻易评判，她们的情感不再服务于男性角色的成长。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方式，并非高喊口号，而是通过细节，通过生活质感，一点点渗透进作品本身。情感成为打破类型壁垒的关键。2025年的这些女性角色，并不是靠强或爽赢得观众，而是靠真实。她们会犹豫，会退缩，会犯错，也会在反复拉扯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正是这种不完美的情感状态，让观众产生共鸣，也让不同题材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。
当观众记住的是角色的情绪和成长，而非作品所属的类型时，所谓的壁垒自然被打破。赵丽颖近年来的角色轨迹尤其具有代表性，她所塑造的女性往往扎根现实，不靠滤镜堆砌光环，而是通过克制、内敛的表演，呈现普通女性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坚持。这种向下生长的角色路径，与杨幂在都市与现实题材中不断拓宽的女性边界形成互补，也与邢菲、兰西雅等年轻演员在青春与成长叙事中的探索产生呼应。不同年龄、不同风格，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，让女性成为人，而不是符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集体觉醒并非偶然，它既来自行业创作观念的变化，也源于观众审美的成熟。当观众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大女主模板，当市场开始认可情感复杂度和人物厚度，女性角色自然迎来了更广阔的空间。这是创作者与观众共同完成的一次合谋，也是女性叙事能够真正站稳脚跟的基础。从更长远的角度看，所谓女性角色宇宙，并不是要制造对立，也不是要否定其他类型，而是让不同女性形象在各自的故事中并肩存在。她们可以柔软，也可以坚硬，可以失败，也可以重来，可以被时代裹挟，也可以逆流而上。重要的不是她们是否完美，而是她们是否被认真对待。走到这里，2025或许只是一个开始。真正值得期待的是这种创作趋势能否持续，是女性角色是否能在未来继续拥有表达复杂情感、呈现真实人生的权利。当镜头不再急于给出答案，当故事愿意为女性的成长留出空间，影视作品本身也将变得更加丰富而有力量。也想对观众说，女性角色的进步离不开每一次真诚的观看与讨论。请给这些不被标签束缚的角色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理解。他们的故事，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。或许正是在这些情感交织的瞬间，我们才真正看见了影视创作的温度，也看见了时代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。3天14段岩壁，王一博硬湖攀登近60度陡壁，脚起水泡仍坚持。1月2日至3日，探索心境2节目更新，王一博和攀岩导师金国威、攀岩搭档史瑞德来到了攀岩的宇宙中心优胜美的，开启了终极大岩壁的攀爬，历时3天，运用所学去完成此次大岩壁挑战。王一博攀爬大岩壁的第一晚夜宿悬崖，指着地上的蚂蚁对搭档说：“我觉得它们不会咬你，会咬我，很多很多蚂蚁，没办法。”随后又向搭档问道：“瑞德，睡得好吗？”对方回应称只要那个蚂蚁不会咬我。此外，王一博还表示自己被小动物数次偷袭，我记得晚上好像有一只松鼠或者是老鼠来了2次，第一次它的尾巴好像扫到我了，第2次好像跑到我头上敲了我一下。双引号。据悉，此次王一博为登顶优胜美的，攀到脚起水泡，3天挑战了14段岩壁，其中1段岩壁近60度。3天14段岩壁，这样的数字本身就足够让人屏住呼吸，更何况其中还有接近60度的陡壁，需要在连续消耗体能、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下完成。镜头里看到的不是轻松的挑战成功，而是一步一步向上挪动的过程，手臂的颤抖、脚底的摩擦、水泡的疼痛都被如实记录下来。这种真实让人很难再用作秀去轻易概括。攀岩并不是单纯拼勇气的运动，它更像是一场与自我和环境的博弈。路线判断、体力分配、风险评估，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让前面的努力归零。王一博在这3天里的选择，并不是一味逞强，而是在清楚知道身体反应的前提下，坚持完成既定目标。这种坚持并非建立在忽视危险之上，而是建立在对专业和规则的尊重之中。脚起水泡看似只是一个细节，却恰恰最能说明问题。真正的高强度挑战，从来不是一瞬间的惊险，
而是持续的磨损。水泡意味着摩擦、重复和无法回避的不适，也意味着每一步都在消耗意志。很多时候，放弃并不是因为做不到，而是因为不舒服。而选择继续，往往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而是对自己设定的目标负责。这一点也正是探索心境系列反复传达的核心。探索并不浪漫，它更多时候是孤独、安静且漫长的。没有掌声，也没有及时反馈，只有身体和岩壁给出的最直接回应。在这样的情境里，流量、人设、评价都失去意义，只剩下能不能继续向上这个最原始的问题。从更广的角度看，这样的画面之所以打动人，是因为它映射了很多普通人的生活状态。我们或许没有面对60度岩壁，但同样在各自的工作和人生里，一段一段的攀爬。疲惫、疼痛、怀疑自己，都是常态。真正的难点，并不在于目标有多高，而在于能否在反复的消耗中，依然保持清醒和耐心。王一博的攀登并不是要告诉大家必须拼到极限，而是展现了一种面对困难的态度，承认身体的反应，接受过程的艰难，但不轻易否定自己的能力。坚持并不等于忽视感受，而是在感受到痛苦之后，依然做出理性的选择。这种克制的力量，比单纯的热血更有说服力。同样值得被看见的是他对节奏的把控。3天14段岩壁，听起来密集而残酷，但每一段的完成，都建立在对前一段状态的判断之上。什么时候该继续，什么时候该调整，这些看不见的决策，往往比爬上去的瞬间更重要。真正成熟的探索，从来不是把身体逼到失控，而是在边界之内，最大化的发挥自己。最后，想把这份感受送给正在努力的你。你不需要去攀岩，也不必挑战极限，但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，学会尊重过程，尊重身体，尊重内心的节奏。当你感到疼痛、疲惫，甚至想放弃时，不妨停下来确认方向，而不是急着否定自己。每一个坚持完成的小目标，都是属于你的向上。不必比较高度，只要确认自己仍在前进，那就已经足够值得肯定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